我戴着面纱，也没有人看见我进来，不会影响我暗中行动。师兄，你别生气。益州各景户的基本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其中有3家值得关注：杨兆宇。杨家年年得景王，又在长安有人脉和名气，但是赵家的2郎如今成为了牛景的女婿，在斗景会上力拔头筹。余家长子又英年早逝，余家现在后继无人，已经没落。师兄进城时看到的红色凤凰，属于飞花会会长季英英，她是季归南的女儿，又是蜀红景的后人，但是她只会染丝，不会织锦。师兄想打入锦业的话，还是在这3家里选吧。打入锦业，如何打入锦业呀？是开个锦铺，还是建立一支商队啊？要是这么简单的话，为什么要我亲自来呢？中原人有句话叫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。诸位，我家郎君久慕蜀锦之瑰丽，遂千里求锦。然蜀锦千样，千样千价，实不知该如何出价收购，怕价低辱没了真品，也怕价高流俗于凡品，故而想借众位蜀锦行家之慧眼，帮我们估一估价。凡送锦者，我们白府来者不拒，仅选此处，供大家品鉴。若有真品，千金愿求。大家将心目中悬于此处这蜀锦的价值写下，价值平均，便是此锦的最终价值。你这法子啊，倒是挺新奇的，可我们帮你写价能得什么好处？对呀，大家请看。上前路。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好啊！做生意嘛，无非就是买卖公平，礼尚往来。诸位，白某让你们帮忙，但绝不会让你们白帮忙。在这竹片上，一面写上你们的名字，另外一面写上价格，价格最为接近者，白某送上一片金叶子。怎么给他呢？这还没开始评呢。你是第一个搭理我仆从的，我们远道而来，你诚挚热情，以礼相待。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是金的，真的是金的呀！不出3日，整个益州城就会知道啊，来了个新的番商，出手阔绰，爱景如痴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羚羊公锦，是100年前祖上传下来的。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，我是万万舍不得拿出来卖。还请诸位给个公道价，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百年，颜色能有这么鲜艳？这便是蜀锦啊，历久弥新。只不过，这些便是这方锦在诸位心里的价格了。还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呀？原来他看得出来啊！看得出什么？这景有问题。还有人要报价吗？我要出价。
这位娘子觉得此景一文不值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觉得此景是假的吗？白郎君，你可不要听信个别小人挑拨，这大家有目共睹，这景绝对不是假的。这景确实不是假的，但它也不是真的。小女子不才，做的也是丝锦生意，但是生平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，所以才斗胆站出来。若是单凭这景，的确也能值一些银子。只是做生意若是没了诚信，那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一文不值。这景不是假的，但也不至于100年。这上面的图案用的是连珠对马纹。是又怎么样？羚羊公样最喜欢用的就是连珠纹和对马纹。那也无法确定就是真的羚羊公样。100年之前的羚羊公样喜用的可不是连珠纹，而是团科环。单连珠内置对马纹，是很典型的波斯风格纹样。以团科花卉为环，内置动物纹样，才是经典的羚羊公样。什么团科环？敢在白郎君面前胡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造次，造次！这位娘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你想要动手吗？白郎君，他这空口白牙的，分明就是污蔑呀！他说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怎么说？白郎君，请看，这里用的丝线颜色，乃是水色和青白之间，为一种新色，谢壳青，是15年前沈家染坊坊主沈阳所染制。试问，这怎么会出现在一幅祖传的蜀锦之上呢？这祖宗未免也太年轻了。你说谢壳青就是谢壳青啊？那我还说的，就是水色呢。我说的自然不算，但是景官府可以验丝验色，白郎君可去景官府一验便知。我不卖了，我。郎君饶命！郎君饶命！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白某千金买锦，还请蜀锦人家共鉴，够有诚意的了。你还蒙我？送过来，送过来！白郎君，哎，白郎君饶命！哎，诸位，今日评锦到此结束，明日请早，都散了吧。在下白胜，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姬莺莺。原来是季娘子。你认识我？白某来益州的第1天，就看见季娘子凤凰于飞了。季娘子有双慧眼啊，白某也是爱景之人，家里还有些许，相信季娘子赏鉴1、2。若是发现赝品，每副赝品3片金叶子，如何呀？天都快黑了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瞒住我阿娘的，是吧？这边请。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幅对阳几何纹锦，是魏晋时流行的锦样，如今已不曾见了。这幅花瓣团科禽鸟锦，纹样虽常见，但织工了得，配色自然，也是不多见的珍品啊。
季娘子这一声叹息是在说，这副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府上俱是珍品上品，这金叶子我怕是赚不到喽。哼，季娘子今日仗义直言，让白某免于受骗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，白郎君也不会上当受骗。你看出来那锦有问题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还有没有人要出价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、一个契机，将此事挑明了而已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季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。不知白郎君可愿用你的金叶子买丝啊？买丝怎么说？蜀锦珍贵，但好丝意难求。我能染出这益州城最好的丝。不瞒季娘子说，白某不懂织锦，更不懂染丝，这些对白某来说只是兴趣，而不是生意。只是兴趣。那，在季娘子眼中，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白郎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。看来季娘子要失望了。既然是只买锦，那又何须如此费时？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锦好，若是郎君有意，我可为郎君和锦户牵线搭桥。季娘子这么做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？人情。人情。实不相瞒，因为误会，城中的锦户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。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，那在重利之下，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？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，要通过季娘子你呢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白郎君可知，在这益州城，各家特长所在，用料如何，几时买最便宜？你又可知什么样的纹样是当下时兴，什么样是陈年积压？当然啦，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。只不过，与其找一个生人，为何不找一个走投无路、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？白某自然是相信季娘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白某购锦已成，而且心满意足了。无妨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不做生意却把名声打得响亮，不是有病就是有鬼。主人，咱们需要一个打入益州锦业的契机，正好这季莺莺又来寻求合作，主人又对她有兴趣，为何不趁机答应了她？现如今我们对她来说只是之一，而不是唯一。等到她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开价也不迟，不着急，先等等。赵景王，蜀红丝数目我已知晓，待丝线和染料准备齐全，我便开始染制，定不会误了织锦的时日。我今日来找你，不是为此事。最近有谣言，说你得罪了我，得罪了牛家，所以锦户不敢买飞花会的丝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不如你我二人去这街上走走，他们看到咱们和好如初，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那不是谣言。牛景的确得罪了我，你也得罪了我。你对牛将军有牵制，那牛五娘
定想从生意上胜过你，从而取悦牛将军，所以流言也都是他传出来的。我跟牛五娘在赵家分庭抗礼，所以不方便明面上帮你。但是茵茵，你得知道，不管在何时，我定不可能做伤害你之事。余家这些年经营不善，这次贡锦的订单没有拿到，所以余叔想要把它卖掉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曾经说过，知我者，赵尔郎君也。即便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，也会行动。那是你原来的家，满满的都是跟你阿耶的回忆。况且你由私入侵，买下它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拿着，就当我先借你的。你是故意不把订单分给余家的？杨静兰可以为你铤而走险，我也可以。赵二郎君，有些事过去便过去吧。若你还放不下过去，无需为我做什么。我只希望你能面对自己，为人为事，无愧于心。余家的井向来古朴厚重，余掌柜的儿子曾想复原这古北村的古纹样，却不胜于此，意外殒命。这么多年，余掌柜一直想要完成他儿子的遗愿，但终未能成。这是他心中一直的遗憾，也是他迟迟不肯卖掉井房，却又无心经营的根因。所以我们去古北村拿到这纹样，就能说服余掌柜了吗？但愿吧。爹，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，这才叫嫁出去。哎，你可不信这么说，回头你阿爷阿娘又说我了。没有羊，抓到我就给你这个旗。快把旗给我，快把旗给我。阿姨，你看，那旗子上的花纹和图案上是一样的。但那是画的，形状虽然一样，但没有图案上的明暗变化，细致纹理。应该是他们对着旧本景简易临摹。那是我看错了。那你就再去细看看，说不定还能瞧出别的什么来。像你这样善良温婉的小娘子，他们定是愿意给你看的。那我先去了，一会儿来找你们。小娘，让他去吧，总得让他看看这世上还有别的道。那他要怎么走，他自己选。祭祀了，老王，快点快点！祭祀，今日他们祭祀，走走走，我们也去。异乡人止步，还请见谅。多树多土，亦有高陵，万亿姬子，为酒为邻。没想到这区区几日就见了4回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挺有缘的啊。白郎君果然还是来了。季娘子为何而来，白某就为何而来。看来白郎君对余家那井房是真的想要了。之前看着像假的吗？看来今日要好好争一争喽。李正，你能不能通融一下，也算是帮助我一下。我这辈子呢，没有别的执念了，唯一的就剩下，这方图样了。
这是圈子的一个心结，也是我的一个心结。请你在我有生之年，让我再看一眼吧。您是知道的，就是令郎在村中出事后，为免外乡人沉湎于圣物，深思不熟，遭遇不测，我们才有了这外乡人止步的规矩呀。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！后门紧了！抓住了！别让他跑了！走走走，快抓住他！李正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儿了吗？于掌柜，我们村子赤城一带待你更是奉为座上宾，你却带着这些外乡人偷走了我们的圣物，这就是你们的做客之道吗？你说什么？文锦弄丢了？定是你们这些外乡人里应外合偷了我们的文锦。对，把文锦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快说，把文锦偷好了！把文锦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到哪儿了？快点给我交出来！说说。金娘子，救命啊！金娘子啊！外乡人，外乡人吗？外乡人。你们几个外乡人。肯定和他是一伙的，文锦不在他的身上，定在你们身上。在此之前，我们都没有进过那个大门，不信你可以问他，他可以作证。那会儿他们想进来，被我拦在门外。我看到他们往村子里去了。那你们几个外乡人来我们村里干什么？肯定是别有企图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搜我们的身，我们也可以陪你们把那个人送去官府。官府一查，便知道我们与他只是萍水相逢。哎，金娘子，你这见死不救，怎么还落井下石呢？于掌柜，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纹样在哪儿吗？您是有所不知啊。这个金娘子可聪慧了，我相信她一定可以帮你找回纹样。金娘子，如果说您真有办法的话，您就说出来。老夫这一辈子已经没有别的执念了，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副文锦了。你要是真能让老夫得见一面，那锦房我拱手相送。凤娘子，求您了。爷爷，你想清楚了，一旦开口就脱不了干系。这么多人，我护不住你们。那纹样不是他偷的。人赃并获，你说不是他偷的就不是他偷的。以他的智谋和身手，若是真偷了，你们根本都抓不住他。只有这锦不是他偷的，他才甘愿束手就擒，拉人下水，静观其变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，这寥寥几日，金娘子竟然对白某如此了解啊！这位娘子若想救他，便拿出凭证。我没有凭证，但我能帮你们找到真正的贼人，找到那纹样。此话当真？何妨一试？若找不出，你们都将被埋在土里，向祭神请罪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我想劳烦李正带我先去祭拜一下，请祭神保佑，找出真凶。你别祭拜人，不能随便的进我们的祠堂的。你们不相信我们，难道不相信你们的祭神吗？诸位，我已得到了祭神的指示，今日定能抓到真正的盗贼。李正，我现在需要一盆清水和一碗草木灰粉。你们两个快去准备。你们那文锦，我之前远远看过，底色交杂了绿色。从前染绿色只有一个法子，便是用矿石。而矿石之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，沾上草木灰水之后将会变红，并且10日之内都不会褪去。
大家看，我的手并未变成红色，因为我根本没有碰过那个锦。李正，劳您伸手。你们看，他的手红了。李正碰过那锦，所以他的手会变红。这位白郎君，来，让白某也来试试。诸位，莫慌，白某不跑。来，应该不是的。如此，我们可清白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验一验每一位村民。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验。这个水怎么会变红呢？就算这矿石里面有这特性，100年过去了，还能有效果吗？我不需要跟一个窃贼解释。哎呀，白某也是好奇，想去看一看那个井，谁知道会碰到这个事儿呢？太冤了！你明明可以逃脱，为什么非要拉我们下水？白某若是逃的话，那叫畏罪潜逃。而且如果我跑了的话，那真正的窃贼不就逍遥法外了吗？金娘子，这水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啊？还请锦娘子告知。也没什么玄机，仰仗李正配合罢。哦，白某明白了。金娘子这赌的是人心呐，但是万一这不是村里人干的呢？能比白郎君下手还快，并且能迅速贼喊捉贼，除了村里人，我想不到别的答案。有道理。六儿，你去哪儿？我又没有偷文锦，我干嘛要验啊？我家里面还有事呢。把他拉回来！你们不验？我没有看来是偷文锦找着了。我没有的，我干嘛要验呀？我必须验。六儿，你偷文锦了？我没有。没偷为什么不敢验？验，必须验！对，验，必须验，必须验！把手伸出来。伸手，伸手，验，必须验，验，伸手。妾身恕罪呀，妾身你恕罪呀，我也是卑鄙无德呀。六儿啊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文锦你都敢动啊？你活腻歪了你是想被天埋是吧？李正，我真的是卑鄙无奈呀。你是知道的，儿子前段时间得了病，我现在实在是没钱给他看病了。如果神真的保佑我的话，他也不会怪我偷了他卖钱给我儿子治病啊！文锦被你卖了！卖不了了，我偷文锦是太紧张了，手上失了金主，万一成这样了六儿，怎么简直罪该万死！就是全村的罪人你！我承认，我罪该万死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们都太穷了，与其守着他，倒不如把他给卖了，给大家分点钱。不光是我们家，庄上撒娇的人们，连我哥的小木头，哪一个不是因为特别没钱看病，才死他的吗？就让你让你查。这文锦是苏仙当年贫苦，他亲身保佑，种下稻谷，才匍匐得生，亲身当年能够救苏仙的命。那如今他如果真的保佑我们的话，他不该不救我们的命啊！看来我还真不该有这个执念。
诸位，我有一个法子。左右这井已然断了，不如将这断井租给于掌柜，待他织好新井，再将这个旧井还回来。日后这新井每卖出1匹，我们就分一笔钱给这个村子，让大家可以好好生活。若是村中有人愿意学习织锦，或者以此为生之人，我可以为大家牵线。真的修好井？不行，这井虽然不是你们偷的，但偏偏是你们来的这天断的，说明祭神不欢迎你们。不，您说反了，是你们的井先断了，而偏偏我们来了。于掌柜织锦世家，我最擅长的是染色和挑丝配色。朱小娘是我们益州城绣工最好的娘子，我想是神让我们来帮你们修好这样井，重新开始。你们真能把井补好？于掌柜，您可愿帮忙？蜀锦自魏晋时期便盛行，千百年来历经波折，但只要有一线生机，蜀锦人家便不会轻言放弃，所以才会有蜀锦传承，绝处逢生。防人千日，不如一朝崛起，让人再不敢轻易动念。于家强大，于家子孙自得庇佑。阿公，这是阿爷最喜欢的井。